7月15正是鬼节，魑魅魍魉四处窜行。长寿镇穷小子徐天佑正要出门乞讨，徐母提醒，今夜正是鬼节，千万别在外瞎逛，一定早点回家。徐天佑以为饿昏了眼，而后直接离开了这里。眼见大雨滂沱，徐天佑只能来到一处窝棚避雨。徐天佑一看，自称也要加入，输得起吗？不就是一条命吗？人都捡到不？行了。这下子徐天佑是不敢玩了。徐天佑拿着一箱子宝贝，连跑带爬向家中奔去。他回到家中，当即把门关了起来。徐母投机之时，徐天佑正躺在床上。你咋？眼看桌上财宝金光闪闪，徐母自称这财物是自己从弟弟冥府所偷，让徐天佑赶紧收好，然后跑得越远越好。越好，阎王现真身。徐天佑是一觉惊醒，却发现桌子上真有珠宝。自此之后，镇上怪事不断，镇长家3个仆人接连死去，就连镇长夫人也最终丧命，全镇百姓人心惶惶。直到这日，镇上来了一位韩民韩探长。韩探长来到镇长家中，张镇长感叹自己连家人都保不住，何谈能保着一镇人的平安。韩探长鞠躬打礼，问起镇长夫人究竟如何身死。原来几天以前，镇长请来了刁铁嘴刁道士，想让道士仔细看看这镇上怪事为何如此之多。道士声称是乌煞鬼作怪，群鬼想要血洗长寿镇。道士也提出有一方法可以制服群鬼，让镇长取一个命令，带天喜星的女人作为小妾。镇长夫人知书达理，当即答应，允许道士以喜气冲邪煞。镇长为了安抚全镇百姓，还把婚礼办得尤为热闹。镇长在当新郎官，忙着招呼亲朋好友，而后安排管家照顾好众人，自己则兴冲冲来到新房。老管家此时纳闷，为何戏班子班主老岳没有来？镇长醉醺醺来到新房，连声呼唤自己小妾，却没人接茬。宴会桌子上正上来一道硬菜，道士刁铁嘴一看，青鱼尾，白鱼头，羊肩无路，无肩油。刁道士赶紧劝众人千万不能吃这鱼，声称这鱼已经被下了鬼咒。可这帮村民哪管这些，扯开了腮帮子就是个猛吃。刁道士这下子慌了神，而此时镇长夫人却走了出来。刁道士一看，赶紧去找镇长。鬼啊！韩探长询问刁铁嘴现在何处，而镇长却早已经将刁道士赶走。韩探长想打开棺材看下尸体，镇长女儿张盼立马便让手下人开棺，他也想知道自己母亲真正的死因。镇长当即招呼手下人打开棺材。来人，开棺！老韩赶紧走上前去。张盼准备韩探长看出什么，韩明轻轻摇头，张盼直接讽刺老韩是一个无用之人。韩探长没说什么，向镇长打听起徐天佑。他已经听说徐母死后从地下挖了财宝给徐天佑，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话，那这徐天佑一定知道些事情。镇长当即为韩探长指明方向，张盼也脱掉校服紧随韩明而去。他准备亲自带韩明去徐天佑村子。老韩碍于他是镇长千金，怕出了什么事情自己担待不起，没想到这大小姐也是耿直，面对镇民怪罪镇长的汹汹舆情，
他一定要帮助自己的父亲。两人快马加鞭，一路疾驰去往长寿镇徐家村。而大路之上正在进行出殡仪式，韩探长向他们打听徐天佑，领头之人吴凤堂正是徐天佑把兄弟，他直接指向棺材。棺材之中正是徐天佑。张盼赶紧追问徐天佑死因。韩探长看了一下徐天佑尸体，发现徐天佑的胃已经被撑破了，他判断徐天佑当时意识已经不受控制。吴凤堂则说是恶鬼所灭。韩探长询问吴凤堂徐天佑死前有什么异常。吴凤堂记起来，徐母曾给徐天佑托梦，让他带着徐母从土里挖出来的冥财离开他们的长寿镇。徐天佑最终决定在自己离开前为母亲修容坟墓，做一场大法事。木星真财，光真灵，聚天咒。吴凤堂看着满地馒头，顿时觉得可惜，而刁道士则在供桌之前比比划划，念念有词。放两不旁。老刁谄媚地告知徐天佑，法事已成。徐天佑面无表情，让刁铁嘴第二天到家中领取酬金。吴凤堂看出徐天佑心情不好，便约徐天佑来自己家中喝酒。一来二去，二人便喝到了后半夜。徐天佑明显是喝多了，吴凤堂让他在自己家住一夜，可徐天佑是死活不肯。没想到二人经此一别，天人永隔。韩探长询问吴凤堂，修坟做法事之人是否是刁铁嘴？吴凤堂当即承认，正是刁道士。老刁正在为镇民算命打卦，韩探长和张盼赶到。老刁一看，赶紧36计走为上，两人则在他身后紧追不舍。老韩也不废话，直接质问刁铁嘴，他是否知道徐天佑已死。老刁辩称自己又不是大罗神仙，哪能知道？眼看着刁铁嘴是死鸭子嘴硬，张盼对着他就是一通吓唬。刁铁嘴只能说出当晚之事。当晚徐天佑让他第二天去拿钱，可是他们这个行当修坟挡煞是不能收隔夜钱的。可老刁还是想着徐天佑出手大方，准备去收酬金。在经过徐天佑母亲坟时，老刁说那穿戏服的根本不是人，而是一群鬼戏子。刁铁嘴只说是鬼怪作祟，让二人不要再查下去。张盼质疑吴凤堂还有事情瞒着他们。此时张家的护院潘坤正走在镇上，张盼询问他干什么去，却原来是吴凤堂已经疯掉。潘坤正要去告诉镇长。老韩二人一听，赶紧就去找吴凤堂。潘坤来到镇长府上，说出吴凤堂出事，镇长当即要去亲自看看。村民黑三只说自己活见鬼，他看到吴凤堂从井里爬出来，浑身是血。要棺材吗？张盼和韩探长赶到，老组长当即说出黑三告诉他的事情。眼看着井水都已经变红，黑三说自己3更打水，吴凤堂从井口冒出，而且赌咒发誓是自己亲眼所见。韩探长询问老组长吴凤堂平日里是做什么的。老组长介绍，吴凤堂在镇子上开了个棺材铺，前些日子老组长想打一副棺材，还特意请吴凤堂吃了顿酒。饭桌上话赶话，吴凤堂说漏了嘴，说起了7月15那天晚上。老婆卖棺材。来人指定了3口上好棺材，而后直接留下1袋子钱，但等吴凤堂打开钱袋，发现里面却全是石头。而这晚徐天佑也来到这里，正要为自己的母亲埋伏棺材，吴凤堂却木讷地刨着棺木，旁边棺材之中却突然传出救命之声。徐天佑仔细一听，竟是吴凤堂声音。吴大哥，徐天佑直接打开棺材，吴凤堂惊吓过度，说有鬼给了自己一包石子，可再一打开钱袋，却全是金锭，两人欣喜万分。自那夜起，吴凤堂才和徐天佑拜了把子。众乡亲议论纷纷，张盼却不相信这鬼神之说，他怀疑有人在装神弄鬼，更是怀疑黑三是贼喊捉贼。老组长在他们身后偷听了半天，而后告知二人，
前些时候自己也遇到一件怪事。几个月之前，老族长做寿，当时他想请个戏班来村子里热闹一下，可左等右等等不来，他只好出村去迎接，却看到岳班主在村子外大台子唱戏。请坐。老族长起身让众人别唱了，让岳班主看看众人。岳班主啊！老族长当即就被吓个半死。此时张镇长也赶到这里，他大义凛然开始演讲，让众乡亲不要畏惧鬼神，乡亲们让镇长大人为他们做主。张镇长顺势将皮球踢给韩探长，韩探长说群鬼现世，荼毒百姓，背后一定有奸人作祟。他向乡亲们保证，3日之内必定将幕后真凶捉拿归案。而老族长却说不能查，群鬼现世早有先兆，确实是妖邪作乱，如果细杀下去，惹怒了鬼神，肯定会血洗长寿镇的。疯掉的吴凤堂突然跑了出来，此场戏活人平快，不要！晚上，护院潘坤将张盼锁了起来，镇长吩咐潘坤按时送饭，别再让他跟着韩探长瞎跑。张盼在屋子里面只骂父亲是胆小鬼，而后打翻屋里瓷器，趁着镇长进门查看，直接跑了出去。镇长也不再管他，只言正事要紧。潘坤也知道下一步是要让某些人闭上自己的嘴，而潘坤感觉这个韩探长怎么看也不像一个小探长那么简单，他准备去核查一下老韩的身份。镇长提醒护院潘坤，事到离乱人心叵测，这个镇子能不能保住全靠他们自己，而后让潘坤快去快回。深夜之中，老族长带着2个后生来到普济庙，此时的庙宇已经荒芜不堪。3人打开庙门，老族长拿过梯来，让2个后生带上门，在门外等候。过往恶行皆是无奈。老族长磕头便拜。韩探长复盘整个案件，镇长夫人是被人勒死的，徐天佑随后被杀，吴凤堂疯掉。老族长说自己遇鬼，但是他没有疯也没有死，看来老族长才是离真相最近的人，可他为何要阻止自己查案呢？来人正是张盼，2人正要一起探讨案情，门外却传来老族长出事的喊声。徐世宗祠之内，乡亲们议论纷纷，吴凤堂也在这里疯疯癫癫。韩探长闻出尸体火药味浓郁，2个后生说出是去了村子后的破庙。韩探长没说什么，直奔普济庙。此时潘坤也已经赶了回来，他告诉镇长，韩探长正是冲着镇子来的。镇长当即安排派人盯紧老韩，告知潘坤他们必须采取行动。潘坤却迟疑，因为张盼正和老韩在一起。镇长让潘坤务必保证女儿安全。张盼和老韩赶到普济庙，而镇长也带领人马前来。张盼看出这老族长被烧肯定是人为，猜测是老族长知道什么事情，被人杀人灭口。韩探长勘察现场，推断出当时场景。镇长带着一群人来到这里，四下却没有找到韩探长。镇长当即带着张盼回家，而后让潘坤继续搜查。第2日，镇子上贴出通告，韩明冒充探长，伙同党羽扰乱民心，触怒神灵，引来鬼神之灾，如有发现韩明者，必须即刻报告。护院潘坤则提醒镇长，刁铁嘴不能再留了。镇长深表同意，原本是打算留着他继续散布谣言，现在只能让他死得漂亮了。而韩明这里则来到一户人家，迎接韩明之人正是戏班岳班主和女儿宛如。韩明追问老岳是否想过，镇长为何会残害他们一个小小戏班，还要穿戴戏班的行头出来害人。老岳说出自己当日死里逃生的事情。镇长在自己夫人做寿的当天就看上了戏班的宛如，如果宛如当初从了镇长，戏班也不会遭此灾难。而老族长则恰好看到了这一幕，镇长要借助这些行头演几出大戏，让百姓看看。正当老族长逃离的时候，却被潘坤几人拦住。镇长随即逼迫老族长杀掉了自己的随行后生。镇长警告老族长，回去只能说是妖邪作乱。岳班主亲眼目睹了当时的一切，但是也并不知道镇长他们究竟是想做什么。而岳班主和宛如则是被韩明所救。
岳班主女儿猜测，镇长大费周章安排纳妾之事，是为了让百姓相信他夫人和下人的死是鬼戏子造成的。韩明知道镇长会把知情人全部灭口，他们当即决定立马行动。约上6梢头，潘坤带着杀手身穿戏服，就要来灭掉刁铁嘴。蹲下！而刁铁嘴这里却在独自跑路。铁嘴，韩明将乡亲们叫到戏台之前，告知众位乡亲，台上所绑之人就是制造全城闹鬼的罪魁祸首。打开面具一看，正是潘坤。此时镇长走上台来，他直言自己没想到这鬼居然一直潜伏自己身边，更是称赞韩探长为民捉鬼，为本镇立下大功一件。韩明轻蔑一笑，准备让潘坤在众人面前说出真相。潘坤刚要指认镇长，却被张镇长一枪打死。而后镇长又开始演戏，斥责潘坤假扮成鬼，杀害自己夫人和家仆，真是死有余辜。此时刁铁嘴被押到台上，他告知众位乡亲，镇上的命案都是镇长和他手下干的。镇长当即上前大喊是刁铁嘴勾结自己手下，他们狼狈为奸，诬陷自己，然后让手下把台上众人直接绑下去。却没想到此时大兵压境，直接控制了镇长一伙。岳班主走上台前，痛斥镇长劫杀自己的戏班，强掠自己女儿做妾，更是抢走戏班行头，假扮鬼戏子，搞得满城风雨。他准备用恐惧打造一个牢笼，在革命军进城之时，好稳坐镇长之位。而韩明的真实身份，则是国民革命军的军官。张潘听到此处，已经五内俱焚。老张在女儿逼问下，也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罪行。看到老张大势已去，吴凤堂直接冲到台前，他此刻也不疯了，高声斥责张镇长人面兽心，更是宣称自己要参加革命军。韩明却没有被他的表演欺瞒，他直接指出徐天佑正是吴凤堂所杀。而后韩明说出当夜之事，吴凤堂灌醉徐天佑，而后假扮鬼戏子，将徐天佑挪到坟前，用馒头噎死了徐天佑。而黑三半夜打水，吴凤堂为摆脱嫌疑，故意装疯卖傻。随后韩明让兵士拿出了证据，戏服正是在吴凤堂家中的棺材里找到的，猪头则是吴凤堂为了染红井水所准备。面对证据，吴凤堂不再狡辩，他直言徐天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徐天佑在吴凤堂家喝多后，说出遇鬼猜拳和自己老娘还魂都是假的。当夜徐母给小乞丐饭时，被徐天佑看到，追逐过程中自己母亲却不小心撞到石头上死掉。韩明则直接斥责吴凤堂杀人灭口。他早已在吴凤堂棺材铺中发现了大量金条。原来7月15晚上，有人来吴凤堂铺子讨水喝，但不小心却将金条掉到地上。此时徐天佑却来取棺材，吴凤堂让徐天佑赶紧帮忙，而后钱财每人一半，让徐天佑把事情烂在肚子里。可吴凤堂哪里知道，被他杀害之人正是革命军的韩副官，他是带着赈济金去救济长寿镇百姓的。正是因为韩副官迟迟未归，上级才派韩明去查明真相。自此事情终于大白天下，革命军终于进城，百姓们夹道欢迎。